在世界足球地圖上，匈牙利這個名字有一點特別。如果你問年紀大一點的球迷，他們會跟你講普什卡什，講金色匈牙利，講那支曾經震驚世界的國家隊。如果你去問年輕球迷，這10年裡你能說出幾個匈牙利球星嗎？大部分人可能會沉默幾秒，然後給出一個並不確定的答案。這是一個有過黃金時代，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缺少代表人物的國家。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2000年出生的孩子，在父親之間的青訓裡訓練，一步步走到了世界級中場的高度。他佩戴着匈牙利國家隊的隊長袖標，在安菲爾德穿上了8號球衣，被球迷認可為這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中場之一。他就是多米尼克·索博斯洛伊。今天這期視頻就要來聊他的故事。索博斯洛伊出生在匈牙利的塞克什百堡，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和那些足球強國的培養環境相比，這裡的足球基礎設施和青訓條件都非常簡陋。對很多孩子來說，足球更像是課後隨便踢一踢的娛樂，而不是一條真正能改變命運的道路。在上一代球迷記憶裡，匈牙利足球最輝煌的畫面還停留在上世紀50年代的金色匈牙利。那支球隊的領袖就是傳奇射手普什卡什。對於普什卡什來說，進球幾乎像家常便飯一樣。他在那個時代簡直是無法被忽視的存在，帶領匈牙利2次打進世界盃決賽，成為世界足球歷史上重要的符號。而普什卡什這個名字後來也被國際足聯用來命名每年評選最佳進球的獎項——普什卡什獎，象徵着對那段黃金年代的致敬。但隨着匈牙利國內政治局勢變化，加上一代天才球員的流散，匈牙利足球逐漸從世界足壇中心滑落。1986年的世界盃成為他們最後一次出現在世界盃正賽的舞台。此後幾十年裡，匈牙利再也沒有重返世界盃。他們從曾經的世界強隊，慢慢變成了歐洲足壇邊緣的名字。與周邊的歐洲國家相比，匈牙利的青訓環境也顯得非常不發達。對於2000年出生的索博斯洛伊來說，他小時候在電視上看到的幾乎都是其他國家的球星，在自己的國家卻很難找到一個讓他崇拜、能激他的本土偶像。當地聯賽整體水平有限，很多有天賦的孩子踢了幾年就放棄了，或者只是把足球當成課後的娛樂活動，從未真正想過足球能成為職業。但索博的父親不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走上這種半途而廢的道路。在索博剛剛學會走路的時候，他的父親就開始教他踢球、帶球以及怎麼協調身體。索博的父親曾經在匈牙利和奧地利的低級別聯賽踢過球，雖然沒有踢出什麼名堂，但他始終對這項運動懷有激烈的熱情，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走上他的職業道路。從索博還在幼兒園開始，他的日常就與大多數同齡人完全不同。對別人來說，放學意味着休息，但對他來說，放學只是第2階段的開始。父親幾乎每天都帶着他練習4-5個小時，盤帶、射門、協調性練習、體能訓練，一項接着一項。可以說，他的童年不是被玩具、遊戲和放學後自由時間填滿，而是被一下午又一下午的訓練堆疊出來的。也正是在這樣一個青訓落後、環境簡陋，卻有着一個極其堅持的父親的家庭裡，一個匈牙利的小城裡的普通男孩，走上了和其他同齡人完全不同的道路。在索博7歲那一年，他的父親佐爾特當時正在當地的俱樂部擔任青訓教練，但因為在訓練理念上與俱樂部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最終他和另外幾位堅持相同理念的教練一起選擇離開。離開之後，他們沒有繼續尋找新的崗位，而是決定在塞克什百堡郊區親手創辦一所屬於自己的青訓學院。這所青訓學院剛成立時，條件極其簡陋，甚至連一塊像樣的訓練場都沒有。從7歲到15歲，索博幾乎整個童年和青春期的關鍵階段都在父親的訓練底下度過。所有後來能在職業賽場上看到的東西，最初都是在這塊小小的草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磨練出來的。真正讓外界第一次注意到這支來自匈牙利的青訓團隊，是一項名叫荷謝盃的歐洲青年賽事。在2011年和2013年2屆比賽裡，索博帶領父親的青訓球隊連續2次奪冠。他們在比賽中接連擊敗對手，包括拜仁慕尼黑、
諾維奇以及薩爾茲堡紅牛等頂級俱樂部的梯隊。那些來自豪門青訓體系、訓練條件遠勝於匈牙利小城孩子的對手們，卻在這場比賽裡被一支涉世潛入的小球隊擊敗。對於這樣的草根青訓來說，這幾乎就像是一封寫的極其漂亮的自我介紹信，狠狠地拍在了歐洲各大球探的桌面上，讓很多原本不會關注匈牙利青訓的俱樂部都開始把目光放到這群孩子身上。從那之後，索博的名字慢慢進入更廣泛的範圍。他先後被邀請去意大利、荷蘭等地試訓，逐漸接觸到不同國家訓練環境和足球文化，而最終真正下定決心簽下他的是薩爾茲堡紅牛。紅牛體系的球探已經觀察了他一段時間，認為他不僅技術成熟，更具備能踢到更高層級的潛力。於是，在16歲那年，他正式離開自己的家鄉以及父親一手打造青訓營，飛往奧地利，加入紅牛的青訓體系。從那一刻起，一個在匈牙利小城長大的孩子，開始踏上真正通往歐洲職業足球大舞台。薩爾茲堡紅牛簽下索博之後，並沒有立刻把他推上一線隊，而是按照紅牛體系一貫的培養方式，先把他安排到旗下衛星的俱樂部列弗林。這支球隊征戰的是奧地利第2級別聯賽，球隊的這個決定也非常的明確，讓年輕球員在這裡完成從青年聯賽到職業聯賽的第一步過渡，適應成人聯賽對抗和節奏。在列弗林第一個賽季裡，索博就展現出了非常成熟的比賽感覺。他一共首發了29場，打進了10球，送出5次助攻。對於一個剛剛開始職業聯賽年輕球員來說，這樣的數據已經非常的亮眼。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能夠在高節奏比賽裡做出正確的選擇，什麼時候推進，什麼時候分球，什麼時候穩住節奏。憑借在列弗林一個賽季的出色表現，紅牛毫不猶豫地將他提拔到了一線隊。雖然剛開始大部分時間還是從替補踢起，但紅牛非常清楚，他是體系裡最值得重點培養的中場之一。真正的變化出現在他來到薩爾茲堡的第3個賽季，在19到20賽季，他終於迎來了全面的爆發。18場首發比賽裡打進9球，送出10次助攻，效率非常的驚人。場均創造機會的數據非常的突出，經常用遠射、直塞或者快速推進的方式改變比賽走勢，幫助球隊輕鬆拿下聯賽冠軍之後，他個人也毫無懸念當選為奧地利聯賽年度最佳球員。而且不止在聯賽裡，他在歐冠舞台上發揮也格外吸引人。在對陣歐洲豪門的比賽裡，他大膽自信，敢於持球推進，也敢於在30米開外嘗試遠射。那段時間，歐洲主流媒體開始密切的關注他。5大聯賽球探們也把他名字寫進了重點名單。很快，他就被另一家紅牛體系的球隊RB萊比錫紅牛相中。2020年冬窗，萊比錫決定激活他的解約條款，以2000萬歐元的轉會費將他帶到德甲。這筆交易不僅讓他完成了職業生涯的重要升級，也創造了當時匈牙利球員的最高轉會費紀錄。不過，他在萊比錫開局並不順利，因為傷病問題，他剛加盟就缺席了大半個賽季，再加上他是冬窗到隊，整個20到21賽季他都沒有代表萊比錫出戰德甲比賽。對於一個剛剛完成大轉會、被寄予厚望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等到他傷癒復出時，已經進入新的21到22賽季。但就是在這個賽季，他很快找回了狀態，也很快的融入了球隊的戰術。有時他會踢前腰，有時踢8號位，也會擔任邊鋒的角色。他的遠射和任意球依然非常具有威脅，多次幫助球隊在關鍵比賽中拿下勝利。在為萊比錫效力2個賽季裡，他隨隊獲得了1座德國盃的冠軍，個人也交出了聯賽62場比賽、12個進球和16次助攻。這樣的數據已經是頂級中場的產出。而正是因為他在8號位展現出了全面能力、傳控節奏、推進能力和遠射威脅，英超豪門利物浦最終決定將他簽下。2023年夏天，利物浦激活了他解約條款，以6000萬歐元轉會費把他帶到埃菲爾德，並把象徵意義極高的8號球衣交給了他。對於利物浦球迷來說，8號不僅僅是一個號碼，它代表着隊史傳奇傑拉德的時代。而現在，索博斯洛伊成為了這件球衣的新主人，也正式走上了屬於自己的英超舞台。來到利物浦之後，索博身上壓力一點都不小。如果只看數據，他在利物浦的表現並不是那種一眼就嚇人的類型。加盟球隊前2個賽季，他在英超一共出場69次，打進9球。助攻不算很多，所有賽事加起來3年剛剛過100場，進球10幾顆。這樣的數據放在進攻中場身上，遠稱不上誇張。但為什麼在不同教練手下，他一直都是常規主力，甚至經常是非頂配陣容裡很難被輪換掉的那一個呢？原因是索博在利物浦承擔是一份非常苦的工作。在克洛普執教下，他大多數出現在右側8號位，既要參與前場壓迫，要兼顧回追補位，覆蓋右半邊的大面積區域。他經常在場上跑動距離最多，
壓迫處罰次最多的那個人。根據數據網站上的統計，他在剛來到利物浦幾個月，一度是全隊創造機會最多的球員，也是前場對球施壓次數最多的球員之一。到了斯洛特利接手的時候，索博已經經歷過短暫的質疑期。新帥公開提到，希望他在進球和助攻上做得更多。可是，在戰術板上，斯洛特依然把他放在首發裡，繼續讓他承擔連接中前場向前推進、前場反搶那一塊責任。哪怕數據面板不算炸裂，他依然是這支利物浦中場體系裡不可或缺的一個齒輪。在匈牙利國家隊裡，索博不是重心之一，而是絕對的核心。2022年，在22歲年紀就被主帥羅西任命為隊長。從此以後，每一次國家隊比賽，他都是那個帶着袖標走在隊伍最前面的身影。在2020年歐洲杯預選賽中，他帶領匈牙利小組頭名出線，壓過了塞爾維亞，幫國家隊拿到久違直接的晉級名額。這是匈牙利38年來第一次不用踢附加賽就直接進入大賽。到了正賽，他以23歲成為歐洲杯歷史上最年輕的隊長。在16年前，8歲的索博站在球友通道裡，當的是匈牙利對葡萄牙世預賽的球童。那天，他抬頭就能看到站在自己前面的 C 羅，那是他兒時記憶裡最清晰的畫面之一。16年後，他不再是那個小球童，而是帶着隊長袖標，帶着匈牙利去客場挑戰葡萄牙。在那場比賽裡，C 羅用2顆進球刷新了自己世預賽進球紀錄，繼續往着人類極限的高度攀登。而索博則在比賽的第91分鐘抓住葡萄牙後防一次犯錯，冷靜的推射破門，把比分扳成了2-2，硬生生從強大的葡萄牙腳下搶走1分。賽後，C 羅兌現之前沒人換球衣的承諾，主動把自己的7號球衣送給了他。但匈牙利的世界杯夢似乎還很遙遠。在剛剛結束的世預賽最後一輪，匈牙利被愛爾蘭絕殺，失去了前往美加墨世界杯的資格。中場哨聲響起時，鏡頭給到了低着頭、眼眶通紅的索博。索博今年才25歲，他巔峰期理論上還在前方。未來會不會有一天，我們在回顧這一代足球的時候，會把索博斯洛伊這個名字放在普斯卡什之後，作為新一代匈牙利足球的代表？現在沒人能給出準確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次他在安菲爾德穿着8號奔跑，每一次他帶着匈牙利隊長袖標走出球員通道，都是在刷新自己的歷史以及匈牙利足球的歷史。而我們能做的，就在屏幕前繼續的看下去，看看這個從小城走出來的男孩，最終能把自己的故事寫到多高的位置。以上就是多米尼克·索博斯洛伊的故事。如果視頻讓你更加了解他，請點讚分享。這裡是節目，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拜拜。